美国对俄制裁还在继续。美国总统拜登周三宣布的新一轮对俄制裁对象，除了大型金融机构，还首次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2个成年女儿列入制裁之列。拜登还鼓动盟友继续联合行动，继续提高经济成本，给普京施加痛苦。谈及所有对俄制裁，拜登声称，仅1年时间就可能抹去俄罗斯过去15年的经济收益。据白宫网站消息，美国总统拜登于当地时间周三在北美建筑工会立法会议发表讲话时，宣布了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根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美国此轮宣布制裁的对象，除了包括普京的2位成年女儿玛利亚·普蒂娜以及叶卡捷琳娜·蒂科霍诺娃，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妻子和女儿，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和总理米舒斯金等普京周围圈子的核心成员都被列入美国新制裁名单。据报道，截至目前，美国已经针对140多名寡头及其家庭成员和400多名俄罗斯政府官员实施制裁。Well, we've seen a pattern over time of President Putin and Russian oligarchs stash assets and resources in the bank accounts and of their family members. And so this was an effort to get at those assets, and that's why these individuals were sanctioned. 美国新一轮制裁再次瞄准了俄罗斯金融业。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迪斯称，将对俄最大的金融机构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及其最大的私人银行阿尔法银行实施全面封锁制裁。据美方说法，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持有俄罗斯银行总资产的近1/3，而美国现在已经完全封锁了超过2/3的俄罗斯银行系统。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美方宣称所有美国实体都将被禁止与这2家银行进行交易，但能源部门却被豁免在外。美国财政部周三还颁发了一般许可证，允许在6月23号之前与阿尔法银行进行能源相关交易。其他将受到全面制裁的俄罗斯国有企业还包括俄罗斯联合航空制造公司和联合造船公司。这些大型国有企业中的大多数都被指与俄罗斯政府关系密切，而根据拜登周三签署的一项行政令，美国个人和实体被禁止在俄罗斯进行新的投资。不止如此，周三当天，美国国会参议院还达成协议，将取消美国和俄罗斯的正常贸易关系。此外，还立法对俄罗斯石油实施进口禁令。参议院预计当地时间周4就将通过这2项法案。此前2项法案均已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表示，2项法案均得到了白宫方面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拜登还想把俄罗斯逐出20国集团。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当地时间周三在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时声称，俄在乌克兰的行动在国际秩序上是不可接受的冒犯。虽然美国认为将俄罗斯逐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可能性不大，但总统拜登仍然希望阻止俄罗斯参与20国集团等国际组织。 So President Biden's made it clear, and I certainly agree with him, that it cannot be business as usual for Russia in any of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He's asked that Russia be removed from the G20. Yes. We are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our partners to have a coordinated set of sanctions. And our goal from the outset has been to impose maximum pain on Russia. 耶伦还称，他已向该委员会的其他财政部官员表明立场，美国将不会参加有俄罗斯参与的20国集团会议。俄乌冲突以来，美对俄制裁层层加码。根据白宫网站发布的拜登周三讲话实录，他宣称，预计我们目前采取的措施，仅在今年就会让俄罗斯的 GDP 缩水2位数。仅1年的时间，我们的制裁措施可能抹去俄罗斯过去15年的经济收益。拜登还称，因为我们切断了俄罗斯进口半导体、加密安全、量子技术关键组件等等这些他们在21世纪竞争中所需的技术进口途径，我们将遏制俄罗斯未来数年经济增长的能力。此外，拜登还谈及撤出俄罗斯的私人企业，赞扬美国的公司企业选择主动撤出，而没有和普京的行动扯上关系。按照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迪斯预期，在一系列制裁行动之后，俄罗斯经济会在今年萎缩10%到15%，全年通胀率则达到200%，也就是每个星期录得2%的通胀。制裁俄罗斯的经济只是它的手段，那么美国的目的呢，主要有2个。第一个目的就是通过制裁来加大
普京政府在国内面对的一个压力，从而让普京政府的执政合法性逐渐得到动摇。那么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削弱俄罗斯的国力，让俄罗斯的这个国家的现代化的一个经济进程呢遭受阻断。好的，我们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那么最新事态对解决乌克兰危机又会带来哪些冲击与影响呢？至于对乌克兰危机的影响，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昨天在和布林肯共同见记者时说的再直白不过了。北约要做好长期准备，他的原话是 "the long haul"。这位秘书长就警告，冲突可能会延续几个月，甚至是好几年。我个人认为，布彻事件很可能意味着俄乌冲突以及与此关联的大国博弈的又一个转折点。我们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加入北约的这个表态又在摇摆了。他今天凌晨通过 Facebook 发表视频讲话，抱怨西方国家宣布对俄罗斯实施的新一波制裁看似动静大，但是呢力度仍然不够，呼吁各国继续加码制裁。这意味着美方在全球范围内施压乃至全面对抗俄罗斯的外交努力也已经在逼向临界点。美国战略大师米尔斯海默多年前警告的所谓以墨棍来戳北极熊眼的这个危险的动作还在加力，在持续。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俄乌和谈势必会再现停滞，国际社会劝和促谈的努力势必呢会再遭挫折，而俄乌战事恐怕也将再度拉长。现在的最大的焦点就是俄军自基辅周边地区撤出后会不会全面重整，转而呢在顿巴斯、在格涅茨克等等东部地区来加大攻击的力度。那么一旦战事长期化，乌克兰必然会付出更大、更残酷的人员伤亡，遭遇更加惨重的战争损失。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